Hello，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的每天读经5分钟。今天我们还是一样，继续六祖坛经的进度。但是今天的话可能会轻松一点哈，虽然读的是六祖坛经，但是呢，可能会比较像是闲聊一样的内容。前2、3天因为比较忙的关系，所以更新有些影片就是拍完没有剪辑哈，而且前2天的状态也没有很好。因为工作的事情就是分散了注意力，所以就比较静不下心来。但是我还是就是蛮珍惜说每天花点时间读经的这种习惯哈。就像我自己，从以前我就是18岁开始嘛，我就嗯、心里浮现出一个愿力，也不能说愿力哈，就是想要这样做，就每天念佛1000次嘛，大概10分钟的时间，然后从那时候骑脚踏车去学校读高中的时候，上学途中10分钟就把1000次念完了哈。那没念完的，就是空档的时候把它念完这样子。那从18岁一直持续到30岁左右，10多年的时间嘛。那现在的话，我就改用每天录一小段视频的方式来记录自己读经的心得哈，也是记录自己每天的状态啦。我们不是说为了要注解什么内容，就是说纯粹就是记录自己学习的过程，把它做成影片记录下来。有时候，也许几年后、很多年后回头来看，会蛮有意思的，就是可以看到自己每一天的状态嘛，然后看到自己每个年龄段的领悟，还有每个年龄段的心境。像我最近这几天，我就是对于这种我相还有那种心境，特别有一种模糊的领悟哈。就是我觉得我们人的心境就像这个剪辑一样哈，它图层有一层一层一层。如果有用过剪辑软体就知道哈，就是最下层的，或是用 PPT，像有做过 PPT 或是做过那个图片的这些后置就知道哈，最下面这个图层，然后你上面的图层可以把下面的图层盖过，或者是你可以用一些特效或是一些滤镜，或是一些光影的效果或动画的效果，再把下面的图层盖过，那个效果就会一直叠加上去。那我就觉得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境，还有我们的所谓的我相，就是我们对自我的认知，还有我们对事情的看法。其实我最近对这个我相和心境就特别有一种模糊的心得，蛮微妙的。然后我就在想象说，佛经它就是要我们把这些我相啊、法相啊、执着啊都放掉，那是不是就有点像是在图层的最深层、最内层有一个佛性，就是比方说有一个佛像在那里，有个智慧在那里，源头在那里，但是我们图层的上面盖了太多层的我相，比方说我是谁，我是某某某，我姓什么名什么，家住哪里，我是哪里人，我是什么身份，我是什么职业，就一层一层的我相啊，就是这样一直盖叠加上去，自我的认知嘛。然后遇到所有的事情呢，顺境与逆境的时候，我们心中都有一个情绪，这个情绪就有点像是这个图片表面的这种光影效果、滤镜效果一样，它就影响到整个氛围、整个图片的氛围哈。那我们的心情也是一样，一件事情我们的认知就是我相或人相哈，然后呢，顺境与逆境就像滤镜、光影的效果一样，它就决定了这整个画面的色彩和风格。我就觉得跟这个影片剪辑的概念很像。然后呢，我们修行其实就是像圆觉经说知幻即离嘛。你发现这个是你的我相，你发现这个是你的滤镜的时候，你就想办法把它放到一旁去。那你看看说把这个滤镜移除的时候，把这个我相上面的这些图层移除之后，一层一层移掉之后，剩下的会是什么？那如果依照圆觉经的这个概念的这个理论系统的话呢，当你一层一层的把上面这些图层和这些效果都一层一层的把它移开之后，最后所显现出来，那就是真正的生命的本质和智慧的本质哈，所谓的本来面目就显现出来了。但理论是这样，但是实际上的话，能够做得到和能够验证的人基本上是很少很少，就是能够像佛陀那样子，有大智慧，或是像六祖慧能那样子不用读书就有大智慧的那种，还是非常非常少。我们算是凡夫的话，都还是有很多的我相和很多的滤镜在这边，包含我自己，刚好最近就是有这样的心得嘛，就觉得
遇到生活中一些事情，还有回想自己，比方说这1、2年来、2、3年来的所作所为，还有所经历到的一些事情，有时候回想起来都觉得都有一层我相，或是有一层心境在上面，就像在盖在上面。那我们一般人其实就很难超越这种我相、人相，还有这种滤镜。你可以想象成就是一个图层一个图层，我们看到的是图层最表面的这个样子，可是这个样子都是假象，因为很多我们自己所认知的这个图案盖着，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所认知的那个形象而已，但是图层底下的面貌你看不清楚，看不明白，你看到的是最表层的面貌，看到最表层的光影而已。所以用这种视频剪辑的概念，有时候去体会，其实我们尤其是人在这个成长环境，在这个社会中熏陶久了，包含不同地方的人有不同的风土民情，其实就像一层一层的滤镜，一层一层的形象叠加上去一样。你所看到的只是你平常所积累出来的这个表象的外观而已，还有这个光影色彩而已。可是它其实说真的，它不代表，它什么都不能代表。因为同样一个环境，同样一个时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不同的我相，不同的看事情的看法在那边，所以这个还蛮奇妙的这样子。好，今天闲聊一点东西哈，那我们就先聊到这边，剩下内容就明天见喽，拜拜。